西晉的末年，政治衰弱，北方游牧民族趁机入侵中原，他們搶奪土地，屠戮百姓，把中原大地变成了一座修羅場，史稱五胡亂華。但就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洛陽城卻出現了一位年近80的西域高僧佛圖澄。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來到中原，又在這亂世中經歷了什麼呢？根據《高僧傳》裡的記載，佛圖澄本是西域的龜茲國人，他俗家姓薄，在很小的時候就出家為僧，也曾經2次翻越雪山，前往西域的佛教聖地罽賓國求學。他不僅對經文理解得十分透徹，還有很多非常神奇的本事，像是能看見千里之外正在發生的事兒，通過聽佛塔上的風鈴來預測未來。所以在當時西域人的心中啊，佛图澄早就可以稱得上是得道高僧，而且他的身材也非常的特別。史書上說他身高8尺，走路的姿勢也很有气度。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左胸口有一個4-5寸寬的洞，平時他就會用棉絮塞住這個洞孔，到了晚上要讀書的時候，就把棉絮拿出來，這個洞裡面就會發出光，照亮整個屋子。就是這樣一位有着神通的西域高僧，卻在79歲高齡的時候來到了洛陽，而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原建立寺廟，弘揚大乘佛法。可是當佛图澄歷經千辛萬苦來到洛陽城下的時候，眼前的景象卻讓這位老人感到無比的震驚。當時的洛陽正處於永嘉之亂的前夕，早在他來的前1年，這座城市就遭到了匈奴軍隊的多次圍攻。雖然之前的攻擊都被洛陽的守軍擊退，但是整座城市已經元氣大傷，而匈奴的軍隊也沒走遠，就駐守在城外，隨時都要踏平洛陽城。而且城裡也很快就陷入了饥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去，整座城市都在混亂之中。佛图澄面对眼前的慘狀，就知道想要在這裡建立寺廟弘揚佛法是不可能了。他本可以返回西域繼續當那個受人敬仰的高僧，可是看到在饑荒和戰亂中的百姓，心中的那種悲憫之心就無法讓他置身事外，於是就選擇了留在中原。史書上說他潛則草野，以觀世變，意思就是他隱居在民間，觀察局勢的變化，再決定如何行動。他知道在這樣一個秩序完全崩潰的時代，跟普通百姓講佛法已經沒有用了，要拯救這裡的人，就必須找到這場災難的源頭。不久之後，佛图澄就注意到了一個人，他就是漢趙政權下的一名以殘暴著稱的將軍石勒。根據《晉書》裡面的記載，石勒是羯族人，早年趕上大饑荒，不僅四處流浪，還被晉朝的官軍抓起來當成奴隸販賣。後來忍受不了屈辱，就拉着幾個弟兄做起了馬賊。壯大起來之後，就對晉朝的官府和士族進行瘋狂的報復。他打仗也沒有規矩，攻破城池之後就毫不留情的燒殺搶掠。再後來投奔到漢趙政權，就靠着一次次的征戰，就逐漸成為了北方最大的勢力。這一邊是殺人如麻的羯族將軍，另一邊呢是從西域遠道而來的高僧。2個本來幾乎一輩子都見不到面的人，竟在亂世裡有了交集。在佛图澄得知石勒的行為後，就決定以身入局，感化這位殘暴的将軍，為蒼生搶回一條活路。不過呢，佛圖澄並沒有直接找到石勒，因為他知道石勒的屠刀可不認佛法，要是當面勸他少造殺孽，那結果一定是白白送命，所以他需要一個中間人。他打听到石勒手下有一位信佛的将軍叫郭黑略，佛圖澄就以投宿的名義來到了郭黑略的营帐裡。交談中，郭黑略感受到了佛图澄的智慧，就拜他為師，還受了5戒。從這以後啊，郭黑略每次出去打仗，佛圖澄都會提前告訴他這一戰的勝負。慢慢的，大将軍石勒就感覺有些不对勁兒，就郭黑略幾次打仗就跟開了天眼一樣，覺得奇怪，就把郭黑略叫了過來，問他：我平日裡也沒見你有多高深的智謀啊，怎麼最近每次打仗你都能提前知道結果呢？郭黑略回答說：将軍您天生神武，有神灵相助，最近我營裡來了一位有神通的高僧，還說您將來是要掌控天下的，我能提前知道勝負，其實都是他告訴我的。石勒一听就来了興趣，就立刻讓人把佛图澄請了過來。可是他哪懂4大皆空因果輪迴的道理，就開門見山地問了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他問佛图澄：你到底有什麼真本事呢？
佛圖澄很明白，面對石勒講道理是行不通的，他就讓人拿來一個裝滿清水的碗，然後點上香，念了幾句咒語，緊接着不可思議的事情就發生了。只見這碗裡慢慢的開出了一朵蓮花，還發着光。石勒看着憑空出現的蓮花就被鎮住了，然後佛圖澄趁着這個機會就對石勒說，作為君主啊，如果能夠用德行感化天下，那麼就會出現這樣的祥瑞，預示吉祥。如果政治暴虐，道德敗壞，那上天也會發出警告。石勒聽了佛图澄這麼說，再看着碗裡的祥瑞就非常高興，這也讓他重新開始思考，這種單純的殺戮可能並不是唯一的選擇。這次會面後，石勒就把佛圖澄供養在軍隊裡。根據史書的記載，自從佛圖澄進入軍營後，石勒的行事風格就有了不小的改變，也有非常多的俘虜和無辜的百姓都因佛圖澄的勸說保住了性命。但是面對石勒這樣殘暴的將軍，僅憑着一朵蓮花可不足以讓他放下屠刀，所以佛圖澄需要一點點的積累石勒對他的信任。有一次，石勒帶着軍隊返回河北，路上軍隊就在一個叫方頭的地方安營紮寨。可是這營地剛建好沒多久，佛圖澄就對身邊的郭黑略說，你快去通報將軍，天黑之後會有敵人來劫營。郭黑略一聽是嚇出了一身冷汗，就趕緊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石勒。石勒雖然半信半疑，但還是下令全軍戒備。果然沒過多久，敵軍就趁着夜色發起了偷襲。也正是因為佛圖澄的這次提醒啊，敵人的這次夜襲也就沒能成功。而這件事讓石勒對佛圖澄更加好奇了。他就想進一步的試探一下這個老和尚到底是有真本事還是在弄虛作假。有一天的夜裡，石勒就穿好鎧甲，拿着刀坐在自己的大帐裡，然後派了個手下讓他去問佛圖澄自己去哪兒了。這人是一路小跑來到了佛圖澄的帐前，剛進門還沒來得及開口說話，佛圖澄就先問道，現在有沒有敵人？將軍為什麼要穿着盔甲呢？這人聽到後就愣在原地，接着就把佛图澄的原話帶了回去。石勒聽到後也極為震驚，知道自己在佛图澄面前藏不住任何秘密，對他也更加敬畏了。後來隨着石勒的勢力越來越大，他就把襄國作為根據地。可是有一年，城外的護城河突然就沒了水，這可把石勒急壞了。他就問佛圖澄該怎麼辦，佛圖澄就說，今當赤龍取水，意思就是我現在要去命令這個神龍降水。這句話說出來可差一點惹了禍，因為石勒的字就叫世龍，他還以為佛图澄借機嘲笑他這條龍弄不來水，就非常生氣。然後佛图澄解釋說，凡是水源的盡頭必定住着神龍，我現在就過去下令讓神龍放水。然後佛图澄就帶着幾名弟子來到了上游已經干涸的泉眼附近，不慌不忙地點起了從西域帶來的安息香，開始念誦咒語。3天之後，原本乾裂的河道開始冒出水珠，慢慢的就匯聚成了一條水流，接着水裡就游出來一條大概5-6寸長的小龍。圍觀的人們哪見過這種神蹟，就都湊過去想仔細看看。可是佛圖澄趕緊說，這龍有毒，你們千萬別靠近。緊接着大水就像決堤一樣噴湧而出，也就填滿了襄國的護城河。佛圖澄在石勒身邊的這20幾年裡展示出的這些神通和預言，其實都是為了加深石勒對他的敬畏，然後再以這份敬畏為籌碼，讓石勒減少殺戮，為無辜的百姓爭取更多活命的機會。有一次，鲜卑族的首領段波帶領軍隊攻打石勒，石勒拿不定主意，就問佛圖澄該怎麼辦。佛圖澄說，昨天寺裡的風鈴響了，鈴聲告訴我，明天早上就能活捉段波。石勒站在城牆上，看着城外成片的敵軍，心想，敵人的軍隊浩浩蕩蕩，一眼望不到邊，怎麼可能輕鬆地抓住段波？大師就是在安撫我吧。等到了第二天早上，石勒又去問佛圖澄應該怎麼辦。佛图澄回答說，段波已經抓到了，原來就在剛才城北埋伏的軍隊突然衝出去，剛好就遇到了敵軍的首領，還真就把他給活捉了。後來佛图澄勸石勒寬恕段波，把他放回去。石勒也聽了建議，放走了段波。而段波回去後，不僅派人送來了大量的名馬和物資，更是跟石勒保持了長期的結盟關係。這也就意味着佛圖澄在無形之中化解了許多場戰爭，保護了成千上萬百姓的性命。公元319年，石勒在襄國稱王，建立了後趙政權。到了330年，他的勢力達到了頂峰，於是正式稱帝。石勒當了皇帝之後，反而對佛图澄更加尊敬，遇到大事都會先去詢問，聽聽大師的意見，再做決定。
還尊稱佛圖澄為大和尚，給了他極高的禮遇。公元333年的4月，佛圖澄突然聽到寺廟裡佛塔上的一隻鈴鐺響了起來，就對身邊的人說，國家要有大喪事了。果然到7月份，石勒病亡，後趙政權也陷入了血腥的权力鬥爭。石勒的侄子石虎不僅废掉了石勒的兒子，奪取了皇位，還把石勒的後代和舊部清除得干干淨淨。他還嫌襄國不夠气派，把都城遷到了鄴城，強徵了幾十萬老百姓作為苦力，給自己修建宮殿，數不清的百姓因此喪命。而且在戰爭中，石虎比起石勒更加的殘暴。他攻破城池後，不管投降還是抵抗，城裡的男女老少一個也不放過，甚至对自己的妻兒也毫不手軟。但奇怪的是，就是這樣一個連人性都没有的暴君，卻比石勒更加尊敬佛图澄。石虎在位期間還下達了一份詔書，詔書裡說，和尚是我們的巨大寶藏，給他加官進爵，他不接受豐厚的俸祿，他也不要。那該用什麼來表示尊敬呢？所以从今以後啊，要給和尚穿最華麗的綢緞，乘坐精美的馬車。朝會的時候，常侍以下的官員必須去抬轎子，太子和各位王公大臣也要在兩邊搀扶着他。石虎還規定，太子和官員們每5天必須去寺廟裡朝拜一次，以此來表示對佛图澄的敬意。那為什麼石勒石虎這種暴君啊，會如此看重一位佛教的僧人呢？這其實不僅因為他的個人信仰，更是跟政治統治密不可分。在那個時代，佛教畢竟是西域傳過來的，屬於外來宗教。而在石勒石虎的政權裡，一些傳統的漢族官員對佛教是有排斥態度的。他們認為中原講究的是孔孟之道，佛教不符合中原的禮制，並且石虎統治的時期，和尚呢還可以免去賦稅和勞役，這就導致了很多百姓為了逃避賦稅和勞役，直接去寺廟裡剃度當了和尚。於是一位叫王度的漢族官員就給石虎上了一道奏折，說佛出在西域，那是外國的神，那不是我們應該信奉的，所以應該禁止漢人出家，那些已經出家為僧的漢人也要恢復百姓的身份。石虎看到後就下了份诏書，诏書裡說，王度说佛是西域来的，中原人不該信，可你們別忘了，我本來也是邊疆來的胡人，是順應天命來到中原的。既然我是外来人，佛是外来神，那佛正是我應該供奉的，而禮儀和制度都是慢慢建立起来的，為什麼要死守着前朝的規矩呢？所以以後不管是胡人還是漢人，只要願意信佛，任何人都不能阻攔。石虎的這道诏令也讓後趙境內的漢人出家為僧，獲得了明確的官方認可，而促成這個結果的關鍵人物正是佛圖澄。雖然佛教在後趙獲得了絕對的合法性，但是佛圖澄心裡清楚，石虎重視佛教並不是因為他懂了佛法的慈悲，而是他覺得只要大量的修建寺廟供養出家人，自己的江山就会受到保護，犯下的罪孽呢也会被寬恕。所以他前一秒在佛像前磕頭，下一秒可能就會下令處死一些無辜的人。這種巨大的割裂感也讓石虎自己非常矛盾。有一次他問佛图澄，佛法講究不殺生，但我是一國之主，酷刑和殺戮是難免的，我違背了不殺生的戒律，還能得到福報嗎？佛圖澄回答說，對於那些真的犯了重罪的人，要依法處置，這是國家的法度。但是如果你只是為了發洩憤怒去殘害那些沒有罪過的人，就算你用所有的錢財修建寺廟供奉佛法，也無法化解你要面臨的災禍。佛圖澄的這番話雖然沒能完全感化石虎，但卻讓他的行為收斂了許多，也有很多無辜的人因此得以活命。可是任何暴政一定會結出苦果。就在石虎的晚年，他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兒子為了皇位自相殘殺，而佛圖澄也在這場悲劇中預見了後趙政權的滅亡。建武14年的7月，太子石宣因嫉妒弟弟石濤起了殺心。有一天，太子石宣到寺廟拜訪佛圖澄，就在他們聊天的時候，佛塔上的風鈴突然響了。然後佛图澄對石宣說，你聽懂鈴聲了嗎？鈴聲說，胡子落度，意思就是胡人之子要落難了。可是石宣卻不明白什麼意思。佛图澄也沒繼續回答，就岔開了話題。
後來有一天，石濤也來到了寺廟裡，佛圖澄就盯着他看了很久。石濤被看得心裡發毛，就問佛圖澄為什麼盯着我看。然後佛图澄嘆了口气說：“你身上有血腥味，所以我就多看了幾眼。”結果沒過幾天，太子石宣就派出刺客暗殺了弟弟石濤。不僅如此，石宣還打算趁着父皇石虎給石濤辦葬禮的時候，趁亂連自己的親爹也除掉。不過他的計劃沒能得逞，事情敗露後，太子石宣被抓，憤怒的石虎決定燒死石宣。佛圖澄得知後，就去勸石虎說：“石宣畢竟是你的親生兒子，何必重罰致死呢？如果你能以慈悲之心寬恕他，你的國運或許還能延續幾十年。如果一定要用極刑，那麼石宣將會變成彗星，帶來巨大的災難。”但是徹底被激怒的石虎哪裡還能聽得進佛图澄的勸告？他下令用鐵環穿透石宣的下巴，像狗一樣把他牽到柴堆活活燒死。而石宣手下的300多名官員和隨从也全部处死，扔进了漳河。甚至連石宣年幼的兒子也沒能幸免。不久之後，石虎在太武前殿大摆筵席，席間佛图澄忽然唱起了一首讖謠：“佃戶佃戶及子成林，將換人衣。”意思就是這座宮殿裡荊棘都快長成林子了，很快就會劃破人的衣服。石虎聽了覺得奇怪，就讓人把大殿裡鋪的石頭掀開，結果石頭下面果然長出了荊棘。佛圖澄知道業力已經形成，一切都已經無法挽回。他回到寺廟後就悲傷的自言自語說：“還能撐3年嗎？不能了。那是2年還是1年？是100天還是1個月？”他搖搖頭說：“都不能了。”他知道後趙已經走到了末日，而此时的佛图澄的身體也已經非常虛弱。他感到自己的大限將至，就派人去皇宮向石虎辭行。石虎聽到消息後親自來到寺廟。佛圖澄看着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現在卻滿臉悲痛的暴君，留下了他最後一段話：出生和死亡，這是大道的常理。壽命的長短也都是定数，只要用仁慈的心對待百姓，國運就能延長。如果用暴政統治、濫用酷刑，注定是得不到福報的。公元348年的12月8日，117歲的佛圖澄在鄴城圓寂。在他圓寂後的第2年，石虎病亡，後趙也爆發了內亂。短短幾個月裡，鄴城的皇帝換了一個又一個，最終石虎的養孫漢人冉閔掌握了軍權。他在篡奪皇位後，還下達了血腥的殺胡令。不僅是石虎的後代，城裡只要長得像胡人的，全部難逃厄運。而這個新皇帝冉閔的小名叫吉奴，也對應了佛图澄生前在太武殿唱的那首讖謠：“及子成林，將換人衣。”根據高僧傳的記載，佛图澄在中原的這些年，一共建了893座寺廟，收了近10000名弟子。他雖然沒能改變後趙滅亡的命運，卻讓佛教在中原走向興盛。感謝您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次再見。